把今天油管和 TikTok 同时开始，所以开两个平台。好，TikTok 也打开了，油管这里应该是打开了。今天是2月14日，首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然后也是春节快乐，祝大家恭喜发财，性生活愉快。性生活愉快呢，就是需要我们这个腰比较好，而现在呢，腰痛又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原来我在节目里也说过，骨科门诊里面大概80%的病人都是因为腰疼来医院的。统计当中也是说，人的一生当中至少会有一次腰痛非常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跟腰有关的一些话题，还有锻炼的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同时我自己就带着大家锻炼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剪出来单独的视频，大家可以跟着练。我先看一下这个直播有没有问题。我这里看的是正常的。行。说到腰呢，很多人对这个腰疼其实是没有什么观念的，他没疼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腰在哪儿，然后或者有的人就是对这个腰的观念呢，和医学上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最常见的两个误区呢，一个是说，哎，我是腰椎间盘突出了，或者我没有腰椎间盘突出。呃，实际上腰椎间盘突出呢，是这个诊断不断的在变化，大概40几年的时候才开始确认这个病。当时主要是因为外伤，就是美国的码头工人因为外伤导致腰间盘突出，急性突出之后引起瘫痪，这种症状呢非常典型，而且直接就说明是因为它这个髓核破裂导致的神经压迫，所以才开始出现这个疾病的病名的。大家好啊，大家好，节日快乐！今天主要讲腰疼。后来呢，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就有一个泛化，就跟我们前一段讲这个佝偻医生医学的张力这个视频里面说的，就是他这个诊断不断的扩大，就是好多的腰痛以前是可以分得很细的，但慢慢很多都变成只有腰椎间盘突出了，好多人就以为，哎，我只要腰疼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从诊断来说呢，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实际上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诊断，就是我们从 X 片、从 CT、从核磁上面可以看到椎间盘膨出、突出或者脱出，它压迫神经，这是一个形态的问题。但是有这个突出呢，并不代表你就有腰疼，这个大家要理解一下。就跟我们说，哎，有的人眼睛大，有的人眼睛小，但是都不影响我们正常看东西。腰椎间盘突出呢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这个椎管呢天生就很大，它突出的即使很大，可能也不压迫神经。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有的病人那个片子已经增生变形，间盘脱出的非常厉害了，就是你光看片子的话，觉得这个人必须做手术了，不做手术可能随时瘫痪的这种状态。但是你看到这个实际的这个人呢，他可能一点腰疼都没有，也不影响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症状。这种情况呢，就不能管它叫腰椎间盘突出症，就是它有这个突出，但是没有腰痛的症状。那这个突出呢，只是它一个形态的问题。我们治疗呢，就是秉着功能大于形态，就是它功能没问题，那我们就不要光考虑形态。如果你是只是考虑说片子上有突出，就一定要给他做手术，那这个是得不偿失的，甚至有可能你做完手术之后，他反而腰部会不舒服，会有症状。这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有中国特色的诊断，叫腰肌劳损。好多病人呢，就是一觉得腰疼，就是哎我腰肌劳损了。这个呢是特别有时代特色的一个，它应该是一个文革时代不太精确的这么一个诊断。当时很流行叫腰肌劳损，但是从我们这个不管是现代医学还是从中医学来讲，
都是说这个腰肌劳损这个诊断非常的不科学。首先我们说，那你如果是腰肌劳损，那你肯定是要明确一下你是腰部的哪个肌肉劳损了，他这个诊断没有说清楚。第二个呢是怎么劳损的，然后好多人是久坐引起的腰疼，好多人没有重体力劳动，那他怎么劳损呢？但这个诊断它的这个就说这个原因判断它也是有问题的。最后就是说，你如果说是腰肌劳损，那劳损到什么程度呢？他也没有说清楚。你是只是说，哎，腰部隐隐疼痛，还是说腰的酸疼，还是说我腰已经动不了了，正常活动都做不了？那这个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光靠一个腰肌劳损，这个诊断是完全说不清楚他的病情的，到底是疼的已经只能躺在床上了，还是说可以日常活动没问题，只是腰不舒服？那这个诊断都不能说明情况。所以，从医学的教育还有临床实践来说，这个诊断其实是早就已经被淘汰的。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中国的医保里面，它这个诊断目录里面也没有腰肌劳损这个诊断，美国里面就更没有了。其实现在我们是会更精细的，你到底是腰背筋膜炎，还是腰三横突综合征，还是腰底关节炎，还是地下关节损伤，这个是一定要明确诊断。你没明确诊断的话，都是腰疼，它治疗的方法、治疗的思路、处理的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都按一个套路，那就很可能就出现，哎，本来是轻轻的有点腰痛，活动都没事，结果你乱治，治完以后，他给你按腰椎间盘突出治，给你按照这种腰背筋膜炎治，治完以后，它反而加重了，反而疼痛、活动受限，这就是你就治疗的反而造成这种医源性的损伤了。所以我们一定先是要诊断清楚。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要是在一个正规的医院找这种正经的医生，他给你下一个腰肌劳损的诊断的话，我觉得你最好的选择就是换一个医生，因为他这个诊断是没有任何临床意义的，既没有说清楚你的病情，也没有判断清楚你的具体情况，那他的治疗从何而来呢？就只能是乱治了，或者说很一般的常规治疗。那你有这个诊断和没这个诊断没有意义的。我们看病最主要的是弄清自己的病情的情况。所以你如果遇到有人给你这个诊断的话，我觉得你要不然你再进一步问问他，我到底是哪一个腰肌劳损了，我怎么劳损的，我劳损到什么程度，要不然你就换一个医生吧。可能有的这个行业里面，他的知识比较陈旧，或者他的治疗习惯就是稀里糊涂的治，那我觉得能产生好的效果就是靠运气，产生不了好的结果是一个很大的概率的问题。先简单说这么多啊，我们一会儿就是先开始教大家一些锻炼的动作，最后呢再讲讲，网上看到一个有趣的一个小段子吧，就是看到小红书上有一个人，要求要找这种祖传正骨师，这个你要在我们专业人员来看的话，这就是一个很茁壮的韭菜，被洗脑洗得很严重了。那我们就先锻炼一下，大家早晨起来跟我们一起活动一下。今天设备的问题，我可能把镜头调低一点，这样能够看到我全身。今天也是感谢冯老师跟我们一起锻炼。好，我这样往后站一点，这样基本上就能看到全身。冯老师可以过来一点，我们两个人看呢，就是，很多的锻炼呢，呃，不是说按照现代健身的这个理念，现代健身的理念呢，很多人是为了肌肉的形态，然后它的美观的这种美学的要求去锻炼。但从医学的康复运动来说，包括传统的武术、传统的功法，更多的我们是希望达到这个功能的状态。就是很多传统的武术啊、传统功夫，他练的时候并不是给别人看的，所以看起来并不好看。当然，就是49年以后，因为中国的这个官方的武术，它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就是把它变成体操化，变成舞蹈化了，所以加了很多舞蹈和体操的动作，就是很舒展、很好看，但是失去它的实用性，甚至它的功能性也变差了。就是好多练这种表演性的武术会造成一些身体的问题。我们就是从传统的武术里面
挖掘一些效果确实比较明显，而且比较适合现代人碎片化锻炼的动作，大家可以试着练一练。我自己平常也是做这些练习的。第一个呢，它不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不是说我卧推、我深蹲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深蹲呢确实是很好的锻炼腰胯这个下肢的一个锻炼，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锻炼。但是它的锻炼方式适合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情人节也是说了嘛，要提高这个性生活的愉快，要让这个骨盆的这个血液循环是正常的，它的结构比较合理。那就不是说我蹲得越重越好，而是说你控制能力更好，而且可以更好的控制这个骨盆、骶骨、髂骨它的精细的动作，这样才能让它是一个松动，同时保持有力量、稳定性和灵活性兼顾，让这个功能性能够达到最大化。这就是好多网上一些网红啊，就是特别推崇深蹲，推崇的我看好多小姑娘就是说想练这个翘臀，就练深蹲。如果练了半天呢，就是你看她这个翘臀是练出来一点，但是实际上呢，那个翘臀还不一定练出来，但是这个腿先变粗了，就是因为她深蹲的时候一味的加这个重量，但是她的动作控制没有那么精细，所以更多的时候是靠这个大腿的力量。大腿的肌肉来把这个身体蹲下起来的，而不是说靠臀部的肌肉。还有呢，翘臀呢，它这个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骨盆、髂骨和骶骨这个前倾角造成的，就是髂前上棘和髂后上棘它的一个夹角。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不是说种族主义啊，但是不同的人种确实是有一定差异。但是每个人种呢，它因为生活方式、习俗、文化、日常的运动不一样，所以会有一些倾向性。好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东亚人群呢，可能就屁股扁平的比较多，但是也有翘臀的啊，不是说都这样。这个实际上就更跟我们的文化呢，跟我们久坐的这种习惯有关系。然后你像，其他的一些族裔呢，他的习惯可能就是站立多，他甚至有的族裔他没有坐的这个习惯，甚至有的语言里面他没有坐这个名词，这个动词，所以他的身体形态呢，可能就是让这个身体结构，尤其是骨盆还有下肢更适合站立，更适合奔跑。当然大多数都是处于这两者之间，它是两个极端，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就是你有这个形态呢，你在这方面就有优势，在其他方面呢可能就稍微劣势一点。但是我们要扬长避短，同时呢，我们追求现代的一些这种美学的要求呢，我们也是可以通过锻炼去做到的，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蹲多重或蹲多大的量我们要方法要正确。那就先教大家一个怎么去正确的让这个骨盆达到一个好的前倾角。好的前倾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呃，如果是女士的话，应该是这个阴道口正对着垂直对着地面。但是每个人这个结构不一样，所以它的前倾角本身就是不一样的。正常的，男性的骨盆前倾角大概是0到5度，然后女性呢一般是15到30度。如果超过30度叫骨盆过度前倾，甚至如果到水平的话叫做水平尾椎，这种呢往往就会有长期的慢性腰痛，并不是一个好的体态。可能有些网上一些明星或者网红他会给你故意凹出这个姿势来，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健康的体态，大家不要盲目追求。很简单就是你如果是练深蹲呢，那它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骨盆前倾的姿势？所以我们如果要想让它前倾角变大呢，就是要把腿往后，脚尖点地，这个时候你臀部就是翘起来的。然后如果我们要加强呢，让这个臀部就是骨盆的形态形成一个蜜桃臀的状态呢，就是要给它再有一个内收，就是至少我们要到中线。然后我们只是需要强化它这个状态就可以，重心要在前脚，然后我们停，就是站桩的思路嘛。我们放松，不是说这里要用力，但是我们不需要发力，你只要摆着这个姿势，这个臀部的上部的肌肉就是处于一个充血紧张的状态的。然后我们保持身体一定是一个正前方的状态，大概30秒到1分钟就可以，不需要太长时间。
很多人会觉得站不稳呀，或者觉得前脚比较吃力，但这个已经是我们最简单的动作了。待会儿我们可能会讲一些稍微难度大一点的动作，大家尝试一下就可以。如果觉得感觉比较好，就可以接着练；如果觉得太吃力了，就先放弃，不要做超过自己身体能力的事情。大概30秒，这个时候就是应该会感觉到臀部充血，但是你的腿不会有太多的充血，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的锻炼集中到臀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说的骶髂关节，就是髂骨和骶骨之间交界的这个关节。把这个关节的活动度练开，就可以让我们的腰状态更好一点。然后换一条腿，也是先往后，然后内收。两条腿基本上是至少你要成为一个一字，或者成为交叉，交叉就难度比较大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必要的，成为一个一字就已经有很好的锻炼效果了。保证身体是正直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上肢做别的事情啊，你拿个手机刷剧也可以，然后两个手侧平举也可以，手抬起来也可以，两个手抱头也可以，叉腰也可以，手背过来也可以。你就找自己一个舒服稳定的姿势，主要就是身体不要晃。同时，它对这个下肢的内收肌群也是有很好的锻炼效果的。有30秒就可以，不需要太多，但是我们至少需要强化，做3到5次，就是3到5组。正面做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一条直线的状态。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发言，我都能看得到。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回复。大家看视频的时候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下。动作看着很简单，但是其实是锻炼效果很好的，而且是更有针对性。那个重心是放在前面前脚，脚哈，然后后面那个脚尖是有点收的感觉，是吧？对，有点收。来换一只脚。感觉那个两个脚是有差别的哈。对，就是这个前重心在前脚怎么检验？就是我后脚随时可以离开地面，然后身体不会晃，就说明我的重心都是在前脚，而且比较稳定。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因为你控制好它的重心的下肢的立线嘛，所以这个练的时候可以让你的翘臀变得更好，但是腿不会变粗，就是这样了。我先去拿个表看一下时间。做了2组，我们第3组就加强一下难度。如果下肢的力量很好，稳定性很好，那我们就是加一下难度，可以让这个脊柱可以帮我们做配重，并不是你一定要举杠铃、举哑铃才可以增加下肢的负担。我们只要调整，让身体有一个前倾角，它的这种张力，然后还有我们的重心改变，就对下肢增加负荷了。然后还是先是直立的状态，上半身直立，两个脚成一字，后脚是脚尖点地。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只要上半身前倾，然后
我们脊柱一定要保持正直啊，脊柱不要弯，不要扭，不要弯腰，不要塌腰，就是脊柱是直的，往前倾，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头超过前脚的脚尖了。换一只脚，这个就是难度相对比较大。如果就下肢力量相对弱一点的人，或者是稳定性差的人，可以不练这种，就是练正直的就可以了。那前面这个腿弯不弯呢？可以弯一点的，然后下巴等于还要垂直，对吗？下巴就是在我们的前脚的脚尖的正前方，不要歪。如果你是要就是想练那种特别翘的翘臀呢，那就是反过来，就是这个脚尖在后面之后往后仰，哦，这样就加大这个后骨面有盆和脊柱的这个夹角，哦，所以就会看起来臀部更翘一点，并不是说你那个臀部的肌肉一定要练得多大，或者是脂肪增厚啊。我看有很多网上那种网红，他可能是垫的，也可能是他练的方法不对，或者说他的身体结构遗传就是这样，他那个臀部的形状就不是很自然。从医学常识来判断，就是不是正常的状态。要不然就是打东西了，要不就是垫的东西了，反正正常不应该练成那种形态的。如果他臀部是那种形态的话，他的日常生活会出现一些问题。是我有时候看那些人的比例是不正常的，就是这个腰这么细，然后就那种也挺可怕的，我觉得应该也是不那种对的。其实是一个病态，就是他的骨盆对，的状态是有问题的。对，它应该还是有一个比例的合适的比对例哈，我对，觉得。而且那样的话，要不然他腿就很粗，嗯，要不然他如果腿又很细，臀部又这样，就他日常生活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就觉得重心都不太稳那种对感觉哈，他走路啊、突兀，活动都会受限的。比较突兀。啊，这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小练习。那下一步呢，我们就还是同样的思路，就反过来，是练一下我们前面的，就是让我们的腹部收腹。嗯，也是这个脚呢，就是脚尖朝前点地，重心在后脚，然后身体略微往后仰一点点，就是争取让这个脚的角度和脊柱是一条直线，然后头就看着高处。大多数人他的腹部这个时候就是绷紧的。腹肌呢，就是薄薄的一块肌肉，所以你去做仰卧起坐也好，你去做一些这种悬吊，抬腿也好，他练的这个腹肌呢，并不能改变它的形态。要让腹肌的状态好，让这个腹膜是收紧的状态，就是腹部平坦，然后腹肌的形态好的话，更清晰的话，其实主要是要减体脂，就体脂够低的话，腹肌才清楚。我做一下侧面的。往前，这个不用迈很大的步子，就是往前有一只脚的距离就可以了，然后往前后仰，应该大多数人就会觉得腹部整拉紧，个从耻骨一直到胸骨这里的它这个腹膜、腹肌都是绷紧的状态，啊，不需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如果你的腹肌有损伤或者腹压不正常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痉挛。啊，有些呃练法呢，它是让你坐在凳子上练，凳子上练呢，就是你的骨盆是固定的状态，所以它反而会影响它的这整体的这种拉伸。嗯。传统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尽量把它的整体从头一直到脚，它是一个整体的拉伸。那我们前面这个脚是直的还是弯的？直直的，的哈。前面脚是直的，后面支撑腿可以是稍微弯一点。量力而行，不需要太长时间的。我看一看聊天啊。嗨，大家好，我看到已经有人进到直播间了，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联系啊。我们再做一组这个动作，我觉得腹部就是已经
他刚才抖完以后已经有一些发热的感觉了。嗯，这种练习就是你不需要场地，随时可以练，动作幅度也很小，随时随地都能练。大家就是可以在手机上，或者是找个笔记本，做一下记录。我今天要练哪些项目，然后我几点练了什么，练了多长时间啊？我们叫练功日记，提醒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抽空就练一练。换一只脚。刚吃完饭不要练啊，刚吃完饭它这个腹压增大，有可能会不舒服的。这个幅度自己都是可以控制的。你觉得，强度不够，你可以加大角度，可以步子迈远一点，可以蹲的低一点。嗯。如果你觉得强度太大了，就是幅度稍微小一点，可控的这种就可以。我问一下，如果就是说那个刚吃完饭，大概标准是多长时间？还是一你般正常就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半小时？好的，对，但有的人他脾胃的蠕动就是，脏腑的这个括约肌它比较弱，就有嗯，可能你需要隔1个小时，1小时，反正自己感觉没有不自己感觉。舒服哈。对，对，好的。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升级版。升级版我在之前站桩的那个直播里面讲过，它就是太极拳的两个基本姿势，一个正步，一个羽步。正步呢，就是我们以一只脚做标的，然后往横打横一只脚，然后再往前一只脚，在这脚尖的位置，重心都移动到前脚，鼻尖、膝盖、脚尖是在一条直线上。这个也是不需要太长时间啊，我们就先不加手的动作了，就是光是脊柱和骨盆下肢的动作，也是30秒到1分钟，不需要太长时间的。我们换个角度，换一只脚，先用一只脚做标的，然后另一只脚从脚尖开始往横量一只脚，脚尖开始往前一只脚，在脚尖的位置落脚跟，重心移动到前脚，后脚一定是全脚掌落地，两个脚都是朝着正前方的，鼻尖、膝盖、脚尖都是在一条直线，我们落下一个垂线就是这个位置。我会觉得这里有点拉伸的感觉，是吗？对，这是正步，然后我们侧面再另一只脚再练一下。这个无式太极拳的特点呢，就是它是给理工男练的，就是啊，杨玉婷本身也是航天系统的工程师，他的学生翁夫妻先生也是航天系统的工程师，哦，然后他给我们去讲的就是都非常科学，你的脚的角度、手的位置，每个角度都规定的非常详细，而且是可以从数学、从几何、从物理上能够得到解释的，这样他练起来你好理解，而且你只要做到位，一定会有这种效果。经络的感觉。我上大学练这个无式太极拳，就是第一次就感觉到这个可以控制这个气感。那你之前练其他的功法，可能更多就是你有一些自发动的这种经脉啊、气脉的这种感觉，但是
通过它这种规范的练习呢，就确实是你只要做到位，它一定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是可以控制的。就是你看我们动作也不是很大，练的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我已经开始有点出汗了。我也是。然后我们再练雨步，雨步也是刚才一样，一个横脚，一个竖脚，脚跟落在这边就是后脚，脚跟、膝盖、鼻子、鼻尖在一条直线上。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难度就相对大一些。换个角度，再做另一只脚。这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简化的那两个动作，就是从这两个动作简化而来的。你是说刚才往后那个动作简化而来吗？往后往前呀，这个不哦。就是一个往前一个往后吗？所以就是如果自己的身体能力比较弱，或者平常不太运动的话，就练刚才那两个动作就可以。如果说比较有追求，觉得想挑战一下身体的极限，就可以试一下这两个动作。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满足的。有一个简便的练法呢，就是我们找面墙，贴着墙去练，反过来，这是正步，这就保证你是在一条直线上。啊，另一只脚也是这样，往前横打横，然后竖。然后雨步呢，就是靠着这个墙，这个就是尾骨，然后脚跟是在一条线上，要靠着墙。要靠着墙，脑后跟，然后尾骨和脚后跟在一条线上。后面那个脚是稍微弯的哈。对，后面脚一定是弯的。换一只脚，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杠杆、身体的杠杆，然后肢体的重力，就已经可以对核心起到很好的锻炼的效果了。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先把动作做标准，不用追求时间。我能做5秒，能做10秒，哎，觉得开始抖了，或者觉得，哎呀，绷得太紧了，赶紧就停下休息一下，不要追求极限。我说的做1到3分钟，是你动作已经很熟练了，身体控制能力已经达到位了，再考虑增加时间。太长时间对现代人来说意义不是太大，因为我们不是要去练技击啊，或者是我们要后续练单道什么的。这个普通人来说，不要追求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身体健康，能够让这个身体结构好一点。我们其实刚才没有动腰，嗯嗯。只是练了腿，练了一个身体的姿势，然后你的腰应该就已经放松下来了。有点热。对，很多人都会有热，就是血液循环会集中到这个地方，因哦。为它这些动作都是我们通过肢体的摆动、特定的姿势，然后身体的配重来让核心得到一个锻炼。然后是有一些不知道原理的老师傅，或者说有一些他想故作神秘的，是吧？这种讲玄学的人，他就会说，啊，我这个就是什么秘密功法啊，什么练完你这个动作，你腰发热了，就是什么气到了，这个给你发功了，这个就是以前气功大潮时候的说法，他就为了他是商业目的嘛。但是神我们其秘的。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你在特定的姿势下，我看一下这出什么问题了。这个直播就是会有各种提示，就是他就是身体在特殊姿势下，
就会有特殊的反应，就是正常现象，就是你正常的身体做的这个姿势就应该会有这个反应，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啊。就是你看我们大概就是练了十几分钟，其实应该腰就已经觉得很轻松了，对对对。活动也会很好。就是好多日常的腰痛，就是我们刚才说没有腰椎间盘突出的，还有没有这种腰肌劳损这种说法，就是很多人是盲目给自己下了一个标签儿，让自己觉得自己是腰椎间盘突出，觉得自己是腰肌劳损，但其实你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现在我记得，在油管上看过一个视频，美国的一个物理治疗师，他就讲，下腰痛的真相是什么呢？就是大多数人的腰痛啊都是功能性的，并不是说你的结构导致它必须痛，因为疼痛本身是人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就是你这里出现问题了，然后神经系统给你一个警报，说这里有问题，你赶紧去处理，想办法。但是好多人就把这个痛，把这个疼痛当做一个疾病来治疗了。但是实际上，疼痛是你神经系统还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它才会有这种感觉，就跟我们火警是一样的，就是这儿着火了，然后嗯。火警就报警，然后你就光看这里报警了，你怎哦。么把这个报警这个铃铛给它敲碎了，不让它报警了？那不对啊。那不对啊，火还在着啊，它可能会越烧越大呀。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分析问题，明确诊断，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从大多数的日常观察来看呢，就是现在人的腰痛为什么这么多，就是由于现代的生活方式，久坐、运动少造成的。那所以我们针对性的就是，第一个，你如果久坐的话，你要多换姿势，不要避免一个姿势时间太长。美国的 WHO 的标准呢，就是每半个小时，如果久坐半个小时，要起来中等强度活动2分钟。那你看我们这个碎片化的锻炼，就是你2分钟其实已经能起到锻炼的效果了，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跑个100米啊，跑个几百米的这样。就是室内你办公桌旁边活动活动腿，活动活动腰，就已经足够了。那日本的建议呢？日本的医生的建议是每隔15分钟换一个姿势，就是你不要说，哎，我一个标准姿势。我看现在还有人在网上在大肆宣传说什么标准姿势，就是你坐应该怎么坐，躺应该怎么躺，然后走路应该怎么走，站应该怎么站。这个大概是六七十年代的一个观点，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当时都提倡那种标准姿势。哎，我就是应该脚怎么放，腿怎么放啊，什么角度啊，手怎么摆，头应该是哪个位置，嗯。这个就标准姿势。标准姿势呢，当时推广大概20-30年，结果发现很多问题，因为我们普通人不是标准的，嗯。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对对肢体的长度都不一样。对你的办公桌是一样长的，你的椅子是一样的，但是你人不是啊。对对。所以都摆这个姿势，有的人确实很舒服，但是有的人就摆那个姿势，一造那个姿势他就不舒服。所以到90年代以后呢，就是医学界呢就开始推广，说我们不要做这种标准姿势了，就是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你说我就把腿翘起来舒服，那应该怎么翘？像加拿大有一本书是麦吉尔的一个教授讲的，书叫《腰背维修师》，他就是讲说，哎，你说我要腿翘起来应该怎么翘，嗯。可以让这个腰椎的压力更小，脊柱的压力更小。然后我工作的时候应该怎么工作？你像我有的时候用电脑，我就是跪在地上，或者我家里有一个骑马椅，就是跪坐椅，跪啊。坐在上面的，这样它就把力量分散到小腿，分散到大腿，你骨盆的压力还有腰的压力就变小了，所以你就可以坐的时间很长，也不会有不舒服。然后或者呢，就是我推荐有这个坐垫，这是一个 U 型的坐垫，带个货啊。这个坐垫呢，它是一个 U 型的结构，这边凸起的这个在前面，然后有空的这在后面，所以等于它是把尾骨避开了。然后坐骨呢，它是相对低，然后你腿是在前面相对高一点的位置，等于它把你坐下去之后，这个重心呢就是分散到腿上面多一点，嗯。然后尾骨就基本没有了，然后坐骨呢会有，这样你的整体的骨盆的分布的均匀的力是压力是均匀的，就可以相对久坐，而且不会有腰疼。
我在车上也放了一个，这个是 U 型枕，然后当然现在也有更好的 C Library，他们还有一款就是形状更漂亮一点，而且就是公认就是分散的更好一些，那个就贵一点。我把两个链接呢都发在这个视频的那个说明栏里面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这个链接去。点链接不会改变价格，但是如果你买或者不买，你点这个链接的话，都对本频道会有一定的支持。亚马逊会给我一些返点，感谢大家支持了。然后我前天看这个王教主大老王说他这个直播还是超过2个小时还是腰疼，就是他有一个错误呢，我在这提醒一下，就是我看他直播的时候，第一个他动作很少，他就坐在这里不动嘛。第二个呢，他带了一个腰围，腰围这个东西呢是很多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腰部受伤，包括骨折，这个医生和病人都认为，哎，我应该带一个腰围。但是腰围呢，它是会增加腹压的。哦，它的目的呢是，如果你需要活动，比如哦，说我要负重，或者说我要去活动，需要走路，这个时候呢，你带上腰围，它可以嗯让你的稳定性变好，你的疼痛可以减轻，嗯，包括你坐的时候，你也会觉得稍微舒服一点，因为它让你的腰挺直了嘛。对，支撑，你如果是弯的时候，它的骨盆和肩盘的压力会更大，这是好处。不好的处呢，就是说你戴上以后，它腹压和盆腔的压力会变大，所以如果是久坐的话，戴腰围其实是不好的，反而会加重症状。哦，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会写信跟他说一下的，所以他这种情况，如果是要长时间坐着2个小时以上，其实半个小时以上就应该是这样，就你就换一个这种 U 型坐垫，或者是换成那种跪座椅，因为对，你不是全嗯，身嘛，你只是上半身对着镜头，所以大家看不到你下面是什么样子，对对不对，影响你的工作啊。大多数对这种 IT 工作者也是这样的，就是你换一个跪座椅或者换一个这个坐垫，哦，都会有效的减轻这种久坐对腰部的负担。所以我是比较推崇这种方式的。你戴腰围呢是分人，如果你是一个体力工作，比如我是在流水线上面，对，或者嗯我在仓库，我需要长时间的站立走动的话，那是戴一个腰围是更合适的。但是如果是久坐的工作呢，就不适合那是。戴腰围，我这是觉得腰围分情况。适合那个突然发力什么那种哈，不有光是突然，就体力的，是你长时间发力，腰又对，要承受力，它可以增加稳定性嘛。哦，但是负担就是因为它勒紧了之后，你的腹压会变大。对，而且你总是这样可能不对，行哈，而且戴时间长了以后，腰围戴时间长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你嗯，的腰部的肌肉会萎缩，然哦，后因为长期压迫的话，内脏还会缺血。哦，对，我见过最严重的一个，是当时人民大会堂有一个服务员，很年轻，但是他就是为了工作需要吧，就是第一个确实有腰疼，很严重，第二个呢，他就为了形态美，他戴这个束腰，哦，戴得很紧，看着显得就是可能形态更好看一些。那这个你带你特定场合，你戴个半天儿，对，这个没问题。那你长期戴，他是除了睡觉之外必须戴，不戴的话，他就觉得腰没劲儿，觉得人不挺拔，就嗯，好像坐不直、站不直这样，就是他的肌肉已经萎缩了。对，而且我们把这个束腰解开之后，就可以看到他整个腰部的这个皮肤都已经发黑，就是已经是缺血很循环不，严重的状态了对对，啊。所以这种就是你长期戴的话，会有一些副作用。我们讲了一会儿，休息一下，继续再锻炼。锻炼呢，刚才我们讲这个核心就是很简单的动作，通过脚的位置，然后嗯重心的位置，我们就可以。那有人说我这个腿支撑力量太差了，嗯，我就完全一只腿没办法重心移过来，一移过来我就要倒，就晃，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介绍一个更简单一点的动作，这个叫海底探珠，也可以叫蜻蜓点水。动作很简单，你如果扶不住、站不住的话，你就扶个东西。但是我们能站住呢，就是把重心都移到一条腿上，然后另一条腿呢，就是你可以抬起来，也可以不抬。然后我们用这个脚尖呢，分几个地方，一个是正前方，一个是侧面，一个是后面，然后就这几个地方轮流去点就可以了。就是海底探珠或者蜻蜓点水。然后偷懒的话，也可以光做前后这两个点。我们就先做个50下，1、
二三，速度呢，就是以你上半身是稳定，不会说，哎，我动作做得太快，这个身体开始晃了，那就不对。就是要保证骨盆以上是稳定的，不会随着你的动作出现晃动。要有抬起来它那种感觉吗？还是拖着就行了？什么？就是抬起来一点是吗？那个抬脚起来也可以，你这样拖着也行。就啊，是有的它稳定性太差的，你就得拖着了。芭蕾舞就是拖着的。大家一定保证上半身稳定，可以叉着腰。很多人就是容易误会，觉得哎，我动来动去，我锻炼的是这条腿，但实际上我们要求加上稳定之后呢，锻炼的是支撑腿，就是你的腿一条腿在不稳定的地方不断的动，但同时你要保持稳定，所以它是需要你的支撑腿不断的做出细微的力线调整的，所以它对你的膝关节、脚踝、髋关节，脊柱、骨盆都是一个稳定性的训练。这个步子大小呢，也是看你的身体能力。你说你的身体能力很强，那我可以幅度大一点，蹲的低一点。那如果我身体很弱，我就幅度小一点。这就是看个人的强度啊。50下来，我们换一只腿。练的时候觉得支撑腿负担更重，还是动的这条腿负担，支撑腿，是吧？对，而且你就能发现支撑腿它有什么问题，哪个地方用力更多一些。哦，嗯，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哪个地方用力用多一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示你的那个重心的位置，哦，就是你先要发觉自己这个问题在哪儿，不用去想，就是你身体就会自己调整的。嗯。上次我们讲这个肩颈的这些动作，也完全是可以加在这个动作上的。比如我做侧平举，手掌的转动，都是可以配合这个动作做的。那我建议就是你先把手练好，或者先把腿的动作练好，然后再结合。你不能说每个都没练好，那你加在一起肯定是更手忙脚乱的。不需要太长时间，然后也不需要什么场地，这种动作基本上随时可以练。只是说重心不一样，就是我们控制的要点不一样。我自己练的话，大概就是100下左右。今天我们演示就做50下就可以了，我也没有详细数，大概差不多就行了。嗯，如果觉得难度太低，刚才说了一个是你可以蹲的低一点，然后步子移动的距离大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加上，就是不要用脚尖，改嗯，用脚跟。可以试一下啊，脚跟板。这个就是会对小腿的训练会更多一点，就是我们移动的这条腿，它也是在有锻炼效果的。脚尖板的话，自然垂落，相对锻炼的就少一点。
我会觉得这里比较受力，对吗？对，就是对吧？练在这里。你今天回去可能就会觉得这一圈都是酸疼的。哦，换一条腿。啊，还有的人就是说，我们这个支撑腿啊，一定要稳定。有的人他控制不好的话，他就变成这种忽高忽低的，这样也是不好的。哦，是，就是我们这个头一定要稳定。如果支撑腿觉得站不住的话，可以就是把脚尖往外稍微撇一点，就变成有点外八的这种状态。有的人这个角度会站得更稳一些。我习惯还是稍微正直一些的角度。这个动作练多了，对心肺的锻炼也是有的。然后你再加难度的话，就是说，哎，我每个都把这个膝盖抬平、抬高。你说太高就没有意义了，就是我们水平就可以了。像李小龙那种高踢，其实传统武术比较少的，大多数就是到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所以他不太练那么高踢的，那样的话自己稳定性会有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基础的步法训练。好多人如果说我身体特别弱，如果年纪比较大呀，或者我脚受过伤，我这样的话，我每做一下都要晃一下，那怎么办呢？继续带货，给大家看这个足底筋膜滚轴，就是你就弄个滚轴就完了，就不要勉强，因为你万一摔了一下就得不偿失了。买一个这种滚轴，我也把链接放在这个视频说明里面了。脚踩在上面，前后这样滚就可以了。这样呢，你就不用担心摔倒，因为你一只脚踩着呢。但是好多人练法呢，练的不对，是说使劲踩这个，使劲去硌这个脚底筋膜，嗯，这样呢反而效果是不好的。我们哦，重点是练的这个支撑腿，所以这个脚呢就轻轻的滚动就行了，不需要用哦，力。然后也是，就是如果我的身体能力好呢，我就可以幅度大一点。但主要就是在脚掌的脚跟到大脚趾、小脚趾之间这个脚掌这个区域，足底筋膜这个区域滚动就可以了。传统的练法有传统练法的一些优势，然后这个现在这种滚轴呢也有滚轴的优势，大家可以结合着试一试。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他就是通过这个滚轴得到很大的收益。之前是一个老腰疼病人，腰疼几十年了，腰椎间盘突出、滑脱，很多问题，治了很多年都不是太见效。后来他在温哥华这儿帮着带小孩嘛，年纪很大了，然后准备回去之前呢，说腰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家人带着过来治一治，治一治效果还行，但是呢，问我说，哎，我这担心以后复发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回去练一下吧，因为他可能很短时间1、2周就要回国。然后我说你带一个这个滚轴，或者从国内淘宝上买，就很便宜。对对对，然后这个人就可能大概半年多没见到，然后大概过了7、8个月，又来了，又来了，不是来看病了。然后他说展示一下，跟你反馈一下。他说看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哎，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了？这几个月整个人的气质、气色都不一样了，而且就是原来是一个干瘪小老头的样子，哎，后来几个月过来以后，整个这个肌肉状态都起来了。他刚来的时候肌肉是萎缩的很厉害的下肢，然后整个下肢的肌肉起来了，然后整个人的这个身体也挺拔起来了，脸色也变好看了。我说你干什么？他说没干什么，就是你说那滚轴帮助特别大。他就每天没事的时候，因为他腰疼的很厉害，所以他回去以后也不用带孩子了，什么都不干。他说一天好几个小时就做这个，哦，然后就锻炼效果就这么好，就比我想象的，比我预计的还要好。就是有这么一个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应该是都能受益的。哎，我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吗？啊，您但说。我用的不是这种哈，就跟你嗯这个一个形状的哈。嗯我是暑假的时候特别累，总在厨房煮饭嘛，嗯回中国哈，然后就脚很疼，嗯很疼之后，我妹妹她是做外科手术，她就老是脚疼筋膜炎，她就用这个。然后我看她天天坐在，她没有站的，她嗯说要求是站，但她是坐在那儿，嗯她就经常滚一下哈。哎，我嗯，说那我也试一下吧。那滚了之后，真的就第二天起来就好很多。是。然后，就是我爸爸有点睡眠问题哈，就嗯是他经常就睡不好嘛，一会儿睡就醒，睡就嗯，醒。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用它就是我这样随便用，我觉得睡眠好像挺好的。我就跟我对，爸说，我说它就可以把气血往下印嘛。我就说你嗯睡觉之前，但是你不要一滚完了就洗澡，因为那个气血都集中在那时候。嗯，那我就让我爸爸用，我爸爸就用到现在，从暑假用到现在，他就觉得他睡眠好很多，就是可能就把对啊，就血气血就引引下去了，下去了。就这么这个简单。好多人都是现在就是一个阴虚阳亢的时代嘛，大多对对对数人走路又少，然后对很多人他那个脚到晚上都是肿的。对。啊，你光是泡个脚什么的，其实不是效果很好。对对对，啊，你用这个滚轴坐着其实也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有的人呢，他这个小腿的筋膜如果是很紧，比如啊，他本身是久坐的状态，他滚完以后，他小腿可能会更疼。对对，如果你是因为更集中了更哈。集中了，对对对，啊，下面放松了，然后上面就更紧一些。能站最好所以我还是站。们一般就是建议还是站立比较好。对站立的话，它是整体的一个放松，对可以把你的后部，就是后表线和后身线的这个筋膜都可以放松下来，就不光是你局部了。如果你坐着的话，就其实只是局部一个脚和小腿。对对对，应啊，该还是站的。他本身写的也是站着对，用的。本身应该站着的。我给我儿子那个书桌旁边都放一个。我们老师有各种提示。稍等一下，这个 TikTok 这个直播怎么还要这个定期摁一下是吗？这个第二次试这个 TikTok 这个还不太熟，油管这边就是很正常。我看 TikTok 这边还有100多人在看。那这个滚轴其实作用是很大的，尤其是你是久坐呀、IT 人员经常久坐办公的人，或者是司机的话，你晚上睡觉之前想办法去练个一段时间，一只脚5分钟，然后练个几个循环，至少3到5个循环，就大概20分钟左右，啊，对这个全身的放松都是有帮助的，不是说光对脚底的。但是要领就是尽量站着做，对对对。然后呢，不要给它太大的压力。你给它太大的压力，这个筋膜一刺激太多，它反而是绷紧的状态。哦，啊，就是轻松一点，轻松一点，温和一点。轻轻滚动就可以了。嗯，这个然后我会试。也不要求速度，啊，就是匀速就可以。关键的要点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你骨盆以上要尽量保持稳定，对。不能你这个跟着晃，那个其实反而容易把腰扭到，或者是不舒服。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是这个脚这样滚，这个还是以这个轴对对，正重直啊，心都是不这条腿，动哈，这对，样子。不动。好的。嗯，这个是海底探珠。然后如果说再有追求的，那我们就是教一个原版的练法呀。原版的练法呢，我对很多病人，比如他有一条腿麻木，或者嗯说他一条腿肌肉萎缩了，或者说是他一侧的这个肢体不太平衡，那我们就教他有一个，可以扶着墙，但是能站稳的话更好。动作很简单，我侧面做一下啊，就是把腿抬起来90度，然后脚尖勾起来，用脚跟去往前踩，去踩，然后回来，再用脚尖往前去够。这个时候就是前侧的肌肉筋膜就是绷紧的，然后抬起来，脚跟这时候后侧就是绷紧的。练的时候呢，如果是你是有一些症状的话，我建议就是停3到5秒，然后再起来，再停3到5秒，也是上半身都是稳定的，不要晃。可以交替啊，就是如果两条腿都练的话，脚跟、脚尖，哦。然后落地，脚跟、脚尖落地，就是要稳定。这个就是
传统的腿法的一个基本功。峨眉12桩里面叫脚下八法，这是其中的2个，海底针和凤点头。就是针对我们前侧的经络筋膜和后侧的筋膜，然后侧面呢，就是要有一个左右。我从正面做一下啊，往左的时候脚要往右，往右的时候脚要往左。看起来很像舞蹈的动作，但是要领不太一样。我这有一些好像得过这个街舞冠军的病人，他们这个做这些动作做得很好，但是要叫什么？领不一样。叫什么节骨街舞啊？街舞。啊，对。然后完整的四腿的练法呢，就是前后左右嘛，就是也可以叫蹬弹结腕，蹬弹结腕，就是4种推法。蹬弹结腕。我们日常锻炼就是保健的作用的话，就是慢慢练就可以，不要求速度力量。传统武术的话，它还要有爆发力，就是日常锻炼就没有必要了。我们就是慢慢的做到位就可以。这个难度就比较大，就是大家如果下盘的力量不太稳的，就没必要练了。我们要增加稳定性呢，就是还要练一个这个侧面，就是收嘛，就是刚才也说了，你看到有些人他练这个为了练翘臀啊，第一个是腿练粗了，第二就是他这横向练得很宽，从美学上来说并不一定好看，就是因为他光练这个前后上下这个方向，他左右的方向练得比较少，所以他这种收束的力量不够。我们很多人的下肢不稳，也是因为左右活动比较少，没有练这个侧面的。尤其是很多这种，练慢跑，就是练马拉松的人，他长期就是一个往前跑，所以他侧面髂胫束就特别容易出问题。我们就加一个侧面的练习啊。侧面的练习很简单，就是一个左右横移，然后也是要领，同样是保证骨盆往上是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叉着腰，可以背着手，重心先移动到一条腿上，然后抬腿落地，重心还是在左腿，然后停3到5秒。我建议是停5秒啊。然后重心慢慢匀速移动到右腿，停5秒。1、2、3、4、5，然后收腿，身体保持稳定，收在另一边，停，1、2、3、4、5，然后抬腿，迈步，1、2、3、4、5，移重心，1、2、3、4、5，收腿。1、2、3、4、5，好，抬腿，迈步。迈步你怎么保证自己重心还在另一条腿呢？就是你随时可以抬腿，不会影响重心的稳定。移重心，1、2、3、4、5，收腿。这是这一个左右横移的训练。这种对现在好多人左右不平衡，这种锻炼效果是很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习惯可能老是用右手啊，或者是老是先迈右脚啊，就我们重腿和轴腿左右手分工不一样，所以一定是一边动的多一点，另一边动的相对少一点，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左右不平衡。那我们就针对性的做一做这种左右平衡的动作，就可以得到一个校正。并不是说我这个高低肩，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低的这边抬起来，或者把高的这边压下去。所以你平衡之后，
它就是一个稳定的就可以了。我刚想问这个问题，我说是不是那边就要做多点？应该是不是不是，左右找平衡。平衡的。然后要提高难度的话，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台阶儿，我拿个踏板，我们可以找一个这种踏板，不用很高，就只要有一个高度差就可以了。家里像这边有房子里面有台阶的，也可以这么练，就你不用踏板。你如果有踏板的话，或者拿个小板凳，或者垫几本书都可以，它有一个高度差。重心先移到左腿，然后脚迈上去，重心还是在左腿，停5秒，1、2、3、4、5，然后重心移过去，这个时候这个腿是稍微屈的，但是不要超过脚尖。1、2、3、4、5，然后迈步收脚，1、2、3、4、5，然后这个脚下来，1、2、3、4、5，移重心，1、2、3、4、5，再移重心，收脚，就保证身体是稳定的。1、2、3、4、5，就是加一个台阶儿，难度就马上大了。你来试一下，没有忘了，先站这样哈，再近一点吧。然后上来是吧？对，上来，保证身体是稳的。是这样吗？对对，可以可以。这样哈。对哦，这个还要往这边移呢哈。对，然后脚再下去，这个下去脚跟要不要着地呢？要着地。但是重心还在这。哦，这个就难度大了点，这里就对受力的很对，很多。它一个是难度大一点，另外一个它就保证你肯定重心是在一条腿上的，对，就这里，因为有高度差，你就很难说借助另一条腿。这个一下子就受力很大对，了。然后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动作，都是可以用这个踏板来增加难度的。比如我一开始还没有把握的时候，我就有平地嘛，然后我练这个哦，拍地探珠，就是你这样保证就肯定不会重心移到对另一对对，条腿的，它悬空了嘛哈。悬空了。对，对，哦，这个好，这所以个它不需要太高，就是你像我这垫了一节台阶，你可以把这个去掉，就等于它再低一点对对，就可以。所以家里如果有台阶儿啊，我就在第一节台阶儿这边上哦，这里练也是一样的。就家里台阶了，对这个方便哈。对，最后再讲一下，还是说深蹲。深蹲好多人练了深蹲以后发现没有效果，还有就是包括很多人练这什么凯格尔运动，就是提肛了。哎，它其实不是提肛，它是收这个呃括约肌，对，就是就是这个骨盆内收肌嘛。嗯，然后它这个盆底肌这里，这个东西呢，跟神经控制有关系的。就是有的人，你一说一点位置，马上能他自己就知道怎么控制这个肌肉。有的人呢，他神经控制能力没那么精细，你跟他说半天，他这个肌肉还是不会动。那好多人练深蹲、练凯格尔，没有效果。还有的就是你对这个身体的情况要有清楚。好多商业机构就是国内我看都是乱培训的，包括网上一些信息，就是什么情况都让你练凯格尔。但凯格尔它其实主要是针对盆底肌松弛的。但如果你是比如说男性是他出现这种阳痿啊、早泄啊，他可能不是这个盆底肌太松弛了，他可能是盆底肌过紧了。就女性也是这样的，就是女性有的是有这种性交痛，还有就是她这种，阴道分泌物比较少，比较干涩，这种情况它好多不是它太松弛，是它太紧了，是因为你久坐，然后下肢运动少嘛，你盆底肌太紧，然后你还去练这种凯格尔让它收缩的，所以就可能越练越紧，就出现一些反效果。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自己是什么情况。但是呢，深蹲是可以练的，但是你深蹲一定要练对才行，不是说
这个刚才我说的，你练得越重，蹲的次数越多，效果越好。是你方法要对，怎么做呢？就是深蹲里面公认效果最好的就是增加这个骨盆的内收肌，就骨盆的盆底肌的状态，让它有一个双向调节，紧的变松，松的变紧。当然有专门的方法，回头我可以做视频专门讲一讲。这个可能涉及成人内容，它这个油管分类还要求挺严的，我们就不讲太多细节了。都是有具体方法的。你要先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过度松弛了，还是说这个盆底肌过度紧张了，就是你的骨盆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比如好多慢性腰痛，其实就是他骨盆太紧张了，并不是说他骨盆太松弛了。但也有刚才你说的那种骨盆太松弛的那种，这是两种情况要弄清楚，大致的方向是这样。还有的它是松弛和紧张，就是有的地方是松弛的，有的地方是紧张的，就很复杂，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有些这种商业机构啊，他就告诉你，你就练这个东西，或者有的视频就说啊，你就练这一个动作就管用，然后最后你练半天，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反而容易练出一身病，还没达到想要的效果。还有的就是告诉你说，就电击，就用各种仪器，那个就出问题的就更多了。大家不要去乱试啊，有些美容机构乱来的，就是给你通电呀、什么各种做手术啊，打这什么打针啊，这些都是骗人的，没有一个好使。要好使的话，它就不会那么便宜了，而且卖的贵的就是纯粹就是钱傻人多，啊不是钱多人傻，这个就是大家也脑子得清醒一点。然后公认的深蹲呢，就不是常规的练法，当然常规练法也会有相应的效果，但是不推荐练太多，练太大的负重，就是我们自身体重，然后正常的数量、正常的组数就可以很好的效果。但是通过调整姿势呢，可以让它的这个效率更高，负重更小，更有目标性，更明确一点。比较公认的是这种相扑深蹲，对骨盆的盆底肌的状态、骨盆的状态，还有我们下肢的力量更稳定一点。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些资料啊，就是相扑运动员啊，普遍都相扑，对对，日本的相摔跤，扑啊，不是摔跤，它是相扑。相扑，对，他的好多人就光觉得他很胖，但其实他们肌肉是很发达的，稳定哦，性很好，而且就是普遍的话，你去看一些社会新闻也好，他们这个婚姻生活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不缺女朋友，他们这个性能力是很强的。啊，所以包括就是日本的这个 AV 产业，它很多女演员还有男演员，他都是按照相扑的这种方法去锻炼的。他只是不是吃那么多，所以他就不胖，但是同时他的骨盆的状态，然后骨盆的血运都是很好的。相扑深蹲，就是说我们第一个站的要够宽，第二个呢就是脚要变成这种一字形的打开，这样去蹲，不需要蹲太多，不需要蹲得太靠下，然后保持身体稳定就可以直上直下，这就是一个相扑深蹲，可以把这个盆底肌，然后骶骨、髂骨、耻骨都得到一个充分的锻炼。然后你要常规的深蹲呢，它是这样，或者说我们马步它是这样，就是你放松，就是拉伸的不够，所以它功能性不一样，就是效果会不一样。你做同样的数量的话，相扑深蹲对这个骨盆的功能改善会更好一些。当然，更好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学这个相扑的一个基本功，叫做手四股啊，或者叫四股踏步，就是它是要求你手抬高，就是手脚配合。为什么手抬高呢？就是很多人骨盆腰底出现问题，出现疼痛，它其实是一个代偿问题，就是你的背阔肌太紧了。就也跟现代人老开车、老伏案工作，你这个上肢肩胛这里它往前，这里拉得太紧，它不能代偿，这个后背的这个肌肉链出问题了。但是你把手打开呢，就把这个代偿就打开了，所以嗯，就是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这个骨盆的练习，让它得到一个充分的锻炼，效果就会更好。我们不做这种原始的相扑的这种标准的四股踏步了，我们就做一个简化的，就是不用抬那么高，它是要求你做成一字马，抬的超过头顶的，但是这个普通人就太难了。我们只要这个脚
能够到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就是第一个就是手打开，一定要高过头顶，然后第二个呢，重心移到一条腿上，然后把这个腿抬高到腰这里就可以了。然后你也不用去拍它啊，就是相扑运动员才拍呢。然后我们落地，然后下蹲，不用蹲很多，只要把内收肌打开，骨盆打开就可以了。然后重心移到另一条腿，抬高腿到腰就可以，然后落地。我们就是简化的四股踏步，这个就明显和普通的深蹲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练几下你就会有感觉。我们刚才说的侧面内收，然后内侧打开都可以练得到，同时加上手打开之后背阔肌的放松也会有的，它对人的综合素质提高是非常高的，整个人的气质会不一样。呃，我记得看那个一些纪录片儿，你如果是中等级别以下的话，相扑运动员，你就光练这一个动作，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成绩了，就是因为他对全身的综合训练、核心力量、腰腿稳定性、手脚的配合都有很好的锻炼。很推荐，就是如果希望这个性生活愉快，这个提高性能力的朋友，练这一个动作就可以。不用那么复杂，你不要去弄些花里胡哨的啊。网上好多什么给你吊起来之后前后晃啊，这种就是我们从传统的房中术来说，都是属于比较低端的功法，而且如果方法不对的话，很容易受伤，很容易造成一些后遗症。大家不要去乱练，好多这种商业机构他教的方法就是有问题的。我们一定要练呢，你去好好学一学，查一查资料。就是它第一个呢，你一定是一个髋部服去绑，而且绑法是比较特殊的，这样才能让这个压力比较稳定。它实际上是造成一个充血之后的一个拉伸，啊，没有那么神秘，就是很基础的一个房中术的功法。普通人没必要练，你练一练深蹲，练一练相扑深蹲，效果比那个好得多。从解剖上来说，从医学上来说都是这样的，实践上也是这样。我这以前国内有那种花了很大的价钱去学这种所谓房中秘术啊，去学那个撞来撞去的、晃来晃去的，学完自己把自己弄伤了，过来我就说你就练这动作就行。最后练完了，之前的问题也解决了，然后想要的功能也有了，不用追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练习呢，这个动作当然不太适合你公开场合练，大家睡觉前自己在卧室练一练就行了，或者早上起来练一练，它对腰的保健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再讲一个，就是可以公开练的，就是你在公共场合，你说你等车呀，或者说在办公室开会呀，你都可以练的。练的就是我们好像之前录过视频，就是我们提胯走路，脚是完全伸直的，不要有弯曲，然后把这个胯提起来，把整个腿提离地面，然后落地，再换一条腿。这个也是大家最好稍微停一停，停几秒，然后再落地。如果条件不允许或者不习惯的话，也可以直接这么走，也是上半身要稳定，就是通过骨盆的活动、低下关节的活动来走，然后往后。这个就是很多慢性腰痛，它其实不是肩盘的问题，不是肌肉的问题，是骶髂关节的问题。骶髂关节过紧，有卡压了才会这样。因为日常活动，好多人走路的习惯，他动不到这里。我们针对性的练一练，就可以让骶髂关节更灵活，可以让腰部的肌肉放松，腰椎的压力变小。这个大概走10分钟左右就行，不需要走太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呃，再进一步提高难度，就是把脚尖垫起来，然后也是膝盖要伸直，提胯这样走，就是可以
不用那么刻意提，就是把脚稍微抬起来，它这个胯就是提起来的，哦，稍微哈，这是脚尖，膝盖不要弯，膝盖一直是直的，全程都是直的状态。这个就不要后退了，这个就是啊，直是往前的，这样它的骨盆，因为紧啊，我们把下肢的关节都锁住了嘛，所以它动的话一定是骶髂关节要动，才能把腿抬起来，才能迈对，开。这个地方好像对，这是两个走路的基本动作。好，那时间差不多，我们今天锻炼的部分就先讲这么多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看一下聊天室，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讲这个锻炼了，锻炼就结束。好，哎呀，感谢大家支持啊！我这现在已经开启这个打赏和礼物功能了，大家有人的捧个人场，有钱的捧个钱场啊，欢迎打赏。那我们就剩下一些分享小故事了。前几天就是在小红书看见一个网红吧，我先戴个眼镜，不戴眼镜看不太清楚字。我看那个小红书上面看到一个帖子，应该是一个网红在温哥华这边发了一个帖子，问说，啊，谁能介绍一下温哥华这边有没有祖传的正骨师啊？他这个腰不舒服，想治一治。然后我就在下边留了个言，我说这个学校毕业学的行不行呢？然后他就很明确说啊，学校只要是学校学的都不行。然后后面呢，我看有一位朋友呢，就在下面留言说，哎，我是学的 orthopedic，整骨疗法啊，行不行呢？然后他也明确说啊，只要是学校教的都不行。哎呀，这个就是我看起来就非常搞笑。为什么觉得很搞笑呢？就是这个网红明显是让国内的一些呃怎么说呢，一些江湖人士给忽悠了吧，就洗脑洗得很彻底。什么叫祖传正骨师呢？这个东西你如果你现在是在民国或者清朝的话，可能会有这种人存在，但是你现在改革开放都快50年了，你现在找这种东西有点像叶公好龙啊，就刻舟求剑了。第一个说，真正是祖传的，传承几代有明确传承的这种中医师也好，正骨师也好，应该他是肯定是要受到正规学院教育的。如果没有受到正规学院教育，他只是说家传的这种，他是不能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他根本进不到这个行业。他进不到这个行业，谈什么传承这种技术呢？这是一个悖论啊！因为不管是美国、加拿大还是中国，从事中医也好，从事正骨行业也好，它都是有相应的国家准入标准的。这个标准并不高，只要你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基础的学历教育，进行一个基础的准入考试，都是可以很容易的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并不是说难如登天呀。那如果一个人又强调自己有传承、有技术、疗效好，但同时又说自己没有受过这种正规的教育，没有拿到正规的证书，这个就一定要打个问号啊！这个就很奇怪的现象，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说，你去面试一个司机，你想招一个司机嘛，就是帮你开车，然后这个司机呢，来了一个面试的人，他说：“哎，我开车开了20-30年了，非常有经验，从来没出过事故。我驾驶技术，大车小车各种车辆都开得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有一个这个情况你得注意，就是我没有驾照。那你如果作为招聘人员，或者你准备
请一个司机的人，那你会什么想法呢？你开的这么好，为什么没驾照？这很不正常嘛，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传承的人，这实际上不是说50年，应该70、80年前，甚至100年前就已经进入到正规的学历教育体系了。最早的中医院校，实际上就是各地的传承历史最悠久、当地名声最好、医德最好、技术最好的这批人成立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他最早的老师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有传承、传承有序的中医学派的医生啊。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那如果真的是一个民间的遗漏的，他没有进入体系，但是有技术的，早就被挖掘过来，早就进入到体系内了。医师证也是这样的，中国98年之前都没有医师证，这个你只要有技术，你就可以进入这个行业，然后98年自动就给你发一个医师证，然后你从98年到现在又20、30年过去了，你不会说年年考，年年通过不了吧？这个都是非常不合理的。然后现在好多什么所谓的道医也是这样的，道医证是有专门的要求的，要有专门的考试的，这不是你说你是道医就是道医，而且道医最简单的就是你是一个宗教行为，不是一个医疗行为。像过去白云观那边北京这边，它专门有一个诊所，但是它诊所的里面的这个道长啊，都是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我们都有交流。他只做他分内的事情，他有看不了的病，都是会请一些中医，著名的中医去他那儿出诊。就是你这个不能混淆的，而且道家来说呢，你从道教来讲，它是讲道法自然，不会让你做一些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是让你这种归于平淡的，看清自己、讲道理的，不是说让你什么上来就做法事啊，这个上来先吓唬你啊，这种都是江湖行为。嗯，还有些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真正说这个传承啊，对，最多的就是好多人还喜欢这个打着这个什么御医的这个名号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历史基础的话，就会知道啊，御医这个名号不是谁都能打的。清朝最有名的这个衣冠制度里面，北京是很有传承的。你宫廷派的话，宫廷正骨也好，宫廷礼金也好，这个都算不上有品级的。但是他们也可以说是御医。真正能提倡御医的，比如我们学校赵少勤教授，他父亲是赵文魁，赵文魁就是清朝最后一任医官的医正，就是整个这个御医院里面就3个有品级的，一个院正，2个院副，他父亲是院正。然后这种人，你清朝灭亡了，他到民国，凭他的医疗技术，凭他的这种文化素养，还有这种人脉、社会关系，他在民国也是混得很好的，不会说这种还得走江湖、打把式这种方式。你像我们原来认识的一些老中医，在民国的时候，收入相当高。那时候说家里这几个月运动有点紧了，怎么办呢？没办法，这个最近不是太忙，那去天津出次诊吧，去天津租界出诊1个月，回来就能跟北京买套四合院儿，就是这种收入的。你包括上海这种，红十字会啊，当时那个很多诊金就是论金条的，所以，哎，这个说起来就是很多时候这种传统文化就被破坏的很严重。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一个人打着名号说自己是御医后人，
你先打个问号，上网查一查，这个清朝的档案制度是非常严密的。你如果说你是御医，有没有品级，然后哪年到哪年是当的御医，这个都能查得到。如果查不到，这个就是骗子。当然也有这种就是民间的医生请过去临时看一下，这个你就不能叫御医了，这个就是打酱油的嘛。啊，最搞笑的就是现在还有一波人是喜欢号称什么，就国家领导人保健医啊，这个你要是真的了解国家保健医制度，你就知道这就是直接就跟骗子划等号就完了。因为你如果是去做这个一定级别的领导人的保健医，第一条就是要签这个保密协议，要了解这个保密制度，你有些不能乱说的。你说你给谁谁谁看过病，这个东西是违反保密章程的。当然，你也有这种，比如我给这种副国级的人也看过，他就不是通过这种正常的保健医制度去联系我的，他就是通过第三方的关系，然后私下联系我，然后我就私下得去找他，那就是你得，是吧？你该走一些程序的也得走，然后最后给他看病，看病以后，这个看完了，人该给钱也得给钱，这个不是说你你当做一个打广告的招牌，这个不是太合适，而且从制度上来说有很多的问题。还有什么说给某某某明星看过病的，这个就更多了。那我给明星看的多了，那有的时候你得有点职业道德，不能乱宣传这些事情。嗯，你像我知道有一个公司，它就叫，哎，我说这公司名字合适不合适啊？就比如叫啊，就都是假的，是在一个平行宇宙当中，就拿性宇宙嘛，叫红墙御医，这公司就叫这个名儿。然后呢，他就是说给你推荐的医生都是国家领导人、保健医级别的。那实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人说是红墙嘛，人没说是中南海那个红墙，对吧？人把自己那墙漆红了不行吗？然后御医人名字带御字不行吗？就实际上根本没什么关系，就是完全是打了一个噱头。保健医从这个制度上来说，其实它是一整套体系，呃，就是一个相当于加拿大这边的家庭医生的这个角色，他并不需要这种顶级的专科的专家，他往往是需要那种全科的万金油，就是你这个医生哪科都知道，然后呢出现什么情况，你知道联系哪个医院哪个专家更合适，然后都是团队合作。你平常主要就是起一个管理档案，然后问诊、定期体检，起这么一个作用，并不是说他医术就一定很好。然后真正医术很好的这种保健医呢，社会上见不到的，比如东直门医院有一个大夫，名字我就不能说了。这个大夫呢是上海按摩学校毕业的，应该是第一届还是第二届。就是他毕业之后，那学校就没了，因为就49年就解放了嘛。然后当时就是一指禅推拿这个学派的学校，所以毕业生没多少。他毕业之后就没在社会上看过病，毕业就直接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东直门医院。但是东直门医院认识这个大夫的，知道这个大夫的人都没几个，就可能院长知道，然后他就每天的工作就是直接去中南海，就给领导人做这一指禅推拿，然后干到退休。退休之后他钱也够，他就没在社会上出过诊，没给普通老百姓看过病，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你要看到一个人到处打着说自己是什么国家保健医啊，这种就多个心眼儿吧。还有你像我原来是这种国家体育总局系统出来的嘛，所以我还看到好多就是人打着说，哎，我是国家队队医，这种就更搞笑了。你要说队医，我是给这个队医培训的人，这个都是他们队医看不了的病送我这儿来的。
首先你要了解中国的国家队是个什么组织啊，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组织，都是临时组建，要参加某个比赛，然后成立国家队，然后从各个队抽调人，然后形成这么一个临时的机构。所以不要有这种迷信啊，觉得是队医就一定怎么样，他水平不一定很好。第二个呢，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还是要看他的具体的临床思维、临床知识、临床技术怎么样，不要因为名头而去找这个医生去看病啊。所以简单说就是看到那么一帖子，觉得挺有意思。大家多个心眼儿，就是江湖上各种人都有，不要因为某个名头、某种说法儿就上当受骗吧。讲了这么多，还有什么没讲的？没有太多，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大家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的话，我就下播了。看一看 TikTok 结束直播，油管结束直播。